你好，現在的你是幾點鐘？你是在剛下班擁擠的捷運上，還是在深夜的房間裡獨自滑着手機螢幕，無意間點開了這部影片？不管你在哪裡，不管你今天過得好不好，請你先放下手邊繁雜的思緒，閉上眼睛深呼吸一次。接下來的30分鐘不僅會徹底顛覆你對生命、死亡以及你自己究竟是誰的全部認知，它更是一封來自宇宙深處寫給你，寫給每一個在紅塵中掙扎的台灣人的情書。這裡是意識覺醒，記得按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我想先請你回憶一個場景，或許是你曾經站在加護病房的门外，聽着裡头儀器傳來那聲刺耳的長響，或許是小時候你看着那個總是偷偷塞零用錢給你，總是幫你留着熱腾腾便當的婀娜，在某一個寧靜的早晨安詳地閉上了眼睛。當你摸着他漸漸冰冷的雙手時，你的腦海裡一定閃過一個無比巨大卻又讓人絕望的疑問：那個愛我的靈魂去哪裡了？那些關於你的記憶，他笑起來眼角的皺紋，他喚你小名時的溫柔語調，難道就隨着心跳的停止，跟着大腦裡那些化學物質和神經元的消亡，徹徹底底地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嗎？從小到大，我們的生物課本，這個講究唯物主義的現代科學，都在冷冰冰地告訴你，是的，科学界最主流的觀點認為，人類的大腦就像是一台極其複雜的生物肉體電腦，你的喜怒哀樂，你的善良與自私，你對失去挚愛的痛徹心扉，都只不過是大腦皮層裡幾百億個神經元發生微小放電和化學反應的副產品。只要電源一拔，大腦停止運作，燈光熄滅，熒幕全黑，你所愛的人，包括你自己，就只剩下一具漸漸腐朽的軀殼，化作塵土，什麼都沒留下。這是一個多麼讓人窒息，多麼讓人心碎的答案。但是如果我今天告訴你，這個統治了人類認知幾百年的唯物主義假說，很可能從根本上就是錯的呢？如果我告訴你，全球最頂尖的量子物理學家，甚至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已經用最嚴謹的科學推導出了一個足以讓全世界60億人落淚的終極真相呢？這個真相就是，你的大腦根本無法產生意識，大腦從來就不是意識的制造者，它只是一根極其精密的天線，一台量子接收器。這個讓人起雞皮疙瘩的顛覆性觀點，來自於202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與霍金齊名的傳奇物理學巨擘羅傑·彭洛斯 Roger Penrose， 以及傑出的麻醉學與心理學教授史都華·哈梅羅夫 Stuart Hameroff。 他們共同提出了著名的協調客觀還原理論 OR。 別被這個拗口的學術名詞嚇倒，讓我用最貼近我們生活的方式翻譯給你聽。彭洛斯在研究中發現了一個致命的盲點，就算是一台運算能力再強、再先進的超級電腦，它能下出擊敗全人類的圍棋，它能在1秒內算出幾億筆資料，但它依然是一台死的機器。它不會在黃昏看着夕陽掉眼淚，它不會在聽見一首老歌時感到鼻酸，因為電腦的運算是演算法，是0和1的逻輯排列，但人類的意識，那種直擊靈魂深處的感知，根本無法用任何數學演算法來解釋。彭洛斯斷言，人類的意識絕對不可能來自於大腦神經元之間那種機械式的化學傳遞，意識必然來自於一個比神經元還要微小幾萬倍，深入到宇宙最底層物理法則的領域——量子領域。他和哈梅罗夫在人類大腦神經元内部找到了這根隱藏的天線，一種叫做微管 microtubules 的蛋白質結構。这些細小到幾乎不可思議的微管，就像是成千上萬根豎立在我們大腦內部的奈米級天線，
他們不去處理什麼吃飯睡覺的生理反應，他們唯一的任務就是維持量子疊加態，在极其微觀的层面上不斷地接收来自宇宙深處、来自高维空间的量子振动讯号。各位，當科學走到這一步，它已經不可避免地和神學和我們傳統的民間信仰在一個不可思議的轉角相遇了。想象一下你家客廳那台老電視，當你打開電視，轉到新聞台，轉到連續劇，你看到了畫面，聽到了聲音，你會覺得是這台電視機的塑膠外殼、電線和熒幕製造了這些節目嗎？當然不會。你很清楚，電視機只是一個接收器，真正的節目訊號正以電磁波的形式漂浮在整個台灣的上空，甚至漂浮在整個宇宙裡。彭洛斯和哈梅罗夫的理論正是把这個概念推向了極致。你的身體，你的大腦就是那台電視機，而你以為的自我，你的靈魂，你的意識，就是那個無處不在的宇宙訊號。這意味着什麼？這就意味着，當你深愛的阿嬷過世時，當一個人停止呼吸時，並不是他的意識被消滅了，而僅僅只是這台名為肉體的電視機壞掉了，它老舊了，它無法再接受訊號了。但是，那個屬於阿嬷的獨特頻率，那個充滿了對你的愛的意識訊號，根本沒有消失，它只是脫離了肉體這台舊電視的束縛，重新回歸到了宇宙的量子糾纏網絡之中，回歸到了高維度的宇宙本體裡。每次想到這裡，我都忍不住熱淚盈眶，因為科學終於用它最嚴謹的方程式給了我們一個最溫暖的擁抱。它告訴我們，死亡根本不是什麼萬物皆空，死亡只是一種下限，是一次靈魂從三維肉體登出，回歸高維宇宙伺服器的偉大回歸。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台灣我們有那麼多科學無法解釋的感應，為什麼在至親剛走的那幾天，也就是我們俗稱的頭七，你會在客廳聞到他生前最習慣抽的煙草味，你會在半夜半夢半醒之間感受到床邊有一陣熟悉的溫暖。為什麼有時候走在喧鬧的台北街頭，你會突然被一陣突如其來的悲傷擊中，甚至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淚流滿面？因為那個訊號還在，它只是換了一種方式，在量子的層級與你的微管天線產生了共振。你以為你們天人永隔，但實際上從量子力學的角度來看，你們一直都在同一個宇宙的頻率裡，從未真正分開過。你的思念就是跨越維度的最強密碼。但如果這只是彭洛斯理論的起點，接下來的推導才真正會讓你感到徹頭徹尾的震撼，甚至會對你現有的生活方式、你的焦慮、你在社會上的掙扎產生核彈級的顛覆。如果大腦只是天線，那麼這股意識的訊號到底是從哪裡發射出來的？這個宇宙的高維發訊台究竟是個什麼不可思議的存在？為什麼它要把千千萬萬個不同的訊號投射到你我這些平凡的台灣人身上？每天早上我們在擁擠的馬路上騎着機車，在辦公室裡為了微薄的薪水被老闆責罵，為了房貸和小孩的學費焦頭爛額。如果我們的靈魂來自於高維宇宙，為什麼我們要被困在這麼痛苦的肉身裡，體驗這些充滿挫折的人生？真相遠比科幻電影還要殘酷，卻也比任何宗教還要神聖。如果你還留在這裡，說明你靈魂深處的那根量子天線已經開始對這個高維度的真相產生共振了。順着彭洛斯和哈梅羅夫的協調客觀還原理論 OR， 我們不可避免地要面對那個最龐大也最讓人不寒而栗的問題。既然我们的大腦只是一台接收器，既然真正的我們，那個被稱為意識的東西，是存在於宇宙最底層的量子場域裡，那麼這個高維發訊台到底是什麼？用現代量子物理的語言來說，那是一個
沒有時間、沒有空間限制的全息宇宙場。但如果用我們台灣人更熟悉、更情感充沛的詞彙來形容那裡，就是源頭，是萬物合一的故鄉，是老子口中的道，也是所有宗教裡描繪的那個終極之境。在那個高維度的源頭裡，一切都是完美的，沒有生老病死，沒有房貸車貸，沒有背叛，沒有病痛，所有的意識都是一個龐大無比的整體。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們都是宇宙本身。但是請你仔細想一想，當一切都完美到了極致，當没有任何匱乏存在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答案是虛無。如果永遠沒有失去，你就永遠無法體會什麼叫珍惜；如果永遠沒有痛苦，你就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快樂。如果在那個高維空間裡，只要動一個念頭就能擁有一切，那麼擁抱這個動作就失去了它的溫度，相愛這種情感就變得毫無意義。一個完美的宇宙就像是一面巨大而冰冷的鏡子，它什麼都有，卻什麼也感覺不到。於是這個龐大的宇宙意識做出了一個極其悲壯卻又無比偉大的決定。他決定把自己炸碎，他把自己分裂成了幾百億、幾千億個微小的量子意識碎片，然後把这些碎片發送到了一個叫做地球的三維世界，塞進了一個個由碳元素組成的脆弱肉體裡。而那個碎片就是此時此刻正在看這部影片的你。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被困在這個充滿痛苦的物理世界，這就是為什麼你每天早上要在台北橋上混在讓人窒息的機車瀑布裡，吸着廢氣，戴着安全帽，為了趕那9點鐘的打卡而拼命鑽車縫。這就是為什麼你會為了每個月繳完房租和學費後，存摺裡只剩下幾千塊的餘額，而在深夜裡嘆氣。這也是為什麼你會為了一個明明不愛你的人，在捷運版南線的車廂裡偷偷掉眼淚。在這個講求功利、笑貧不笑娼的社會裡，你可能經常覺得自己很失敗，你可能覺得自己的存在微不足道，只是一個隨時可以被取代的社畜，只是資本主義機器裡的一顆小螺絲釘。但是如果你知道量子力學揭示的真相，你絕对会对自己肃然起敬，因為你根本不是什麼底層的打工仔，你是宇宙為了體驗它自己而派出的最勇敢的先遣部隊。想象一下，在投胎到這個三維世界之前，在高維度的源頭裡，你看着地球這個極其困難的副本，這裡有生離死別，有通貨膨脹，有生病時的劇痛，有被人誤解的委屈，但你還是毅然決然地簽下了這份同意書。你主動切斷了自己無所不能的記憶，把你的意識頻道調到了人類模式，下載到了现在這具軀殼裡。為什麼要這麼做？因為宇宙渴望你的數據，你的每一次心碎，每一次感動，每一滴眼淚，甚至你在巷口吃那一碗熱騰騰的滷肉飯時感到的那種微小確幸，全都在透過你大腦裡的微管天線，即時地上傳回高維宇宙的母體。宇宙沒有眼睛，它必須透過你的眼睛去看看阿里山雲海的日出有多壯闊。宇宙沒有皮膚，它必須透過你的雙手去感受冬天的寒流來襲時，戀人塞進你口袋裡的手有多溫暖。宇宙沒有心臟，它必須透過你被生活一次次擊倒，卻又一次次咬着牙站起來的韌性，去體驗什麼叫做勇氣。你經歷的所有苦難都不是懲罰，而是你作為宇宙的碎片，在為整個宇宙收集最珍貴的情感體驗。我曾聽過一個發生在我們台灣的真實故事。有一位在內湖科學園區上班的工程師爸爸，他每天加班到深夜，壓力大到不停地掉頭髮。有一天晚上，他拖着疲憊不堪的身體回到家，已經快12點了。他坐在客廳的沙發上，連洗澡的力氣都沒有，腦子裡全都是公司專案的死線，客戶的無理取鬧，還有下個月即將到期的龐大房貸。那一刻，
他真的覺得人生好累，累到想要徹底放棄，甚至腦海裡閃過了一個可怕的念頭：如果明天出門被公車撞死，是不是就可以解脫了？就在這個時候，他6歲的女兒因為起夜上廁所，揉着眼睛走出了房間。女兒看到坐在黑暗裡的爸爸，沒有說話，只是走過去，用他小小的雙手環抱住爸爸的脖子，把臉頰貼在爸爸充滿鬍渣的臉上，迷迷糊糊地說了一句：爸爸，你辛苦了，我好愛你哦。然后又摇摇晃晃地走回房间睡覺。就在那一瞬間，這個30多歲一向剛強的大男人在黑暗的客廳裡崩潰大哭，那是一種糅合了極度心酸與極度幸福的眼淚。各位，如果你用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不過就是2個碳基生物之間的互動，幾句聲波的傳遞，以及大腦分泌了一些多巴胺和催產素。但是如果你站在彭洛斯量子意識的高維視角來看待這一幕，那是何等波瀾壯闊的宇宙奇觀啊！那一刻，小女孩大腦裡的量子天線和爸爸大腦裡的量子天線產生了一種頻率極高的量子糾纏，那種被稱為愛的強烈訊號瞬間穿透了3維世界的物質壁壘，以超越光速的速度震盪了整個宇宙的底層結構。那一滴工程師爸爸流下的眼淚，裡面包含了對生活的无奈，對女兒的愧疚，以及被全然接納的感動。這滴眼淚的量子數據對於高維度的宇宙來說，比幾千顆恆星的爆炸還要珍貴，還要璀璨。這就是你活在這裡的終極意義。你不是來受苦的，你是來體驗的。你以為的那些不堪，那些傷痛，其實都是你在高維宇宙裡無法體會的奢侈品。當你明白了這個道理，你再去看待台灣這片土地上的眾生相，你的眼光會完全不同。那個在烈日下為了幾百塊車資被奧客破口大罵卻只能低頭陪笑的外送員，那個在加護病房裡握着老伴的手眼睜睜看着心電圖歸零的白髮阿媽，那個在夜市裡切着滷味為了多賺點錢供孩子讀大學手掌布滿厚繭的單親媽媽，在量子意識的層面，他們全都是最偉大的宇宙勇士。他們正在經歷着最高難度的地球關卡，忍受着剧烈的痛楚，只為了幫整個宇宙補全關於愛、犧牲與堅強的這塊拼圖。但是這又衍生出了一個更深更讓人震撼的命題：既然我們都是從同一個源頭分裂出来的碎片，既然你和我本質上都是宇宙本身，那麼那些在生命中深深傷害過你的人呢？那個捲走你畢生積蓄的合夥人，那個背叛了你的感情、劈腿離去的前任，那個從小家暴你讓你留下童年陰影的父母。如果在量子層面上我們都是一，為什麼我們要互相折磨、互相傷害？難道宇宙有自虐傾向嗎？當科學的探照燈打在業力與輪迴這面古老的鏡子上時，反射出來的真相不僅會讓你全身發抖，更會讓你在瞬間放下前半生所有的仇恨與意難平。接下來要揭開的是彭洛斯理論延伸到人際關係與靈魂契約時最讓人頭皮發麻的終極反轉。如果你曾經被這個世界深深的傷害過，接下來的這10分鐘或許会是你這輩子聽過最能讓你釋懷、最能治癒你千瘡百孔內心的答案。在上一段我們提到，如果我們的大腦只是一根量子天線，而我们真正的意識全都是從高維度的宇宙源頭分裂出來，來到地球體驗人生的碎片，那麼那個最違背常理、最讓人痛徹心扉的問題就來了。既然在宇宙源頭的最高維度裡，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們都是同一個完美無瑕的整體，那為什麼當我們投胎到台灣，擠在這個小小的海島上時，我們要互相傷害？為什麼那個你最信任的合夥人要在背後沖康你，捲走你所有的積蓄，
留給你一堆爛攤子和跳票的芭樂票？為什麼那個你曾經深愛過，甚至論及婚嫁的另一半，最後會無情地劈腿，把你一個人丟在回憶裡崩潰？為什麼在這個社會上，總有那麼多自私自利的人，為了往上爬，不惜踩着別人的屍體上位？難道那個高維度的宇宙是個有着嚴重自虐傾向的瘋子嗎？要解開這個千古謎團，我們要回到彭洛斯和哈梅羅夫的微管天線理論，並且結合量子力學中最詭異，連愛因斯坦當年都覺得毛骨悚然的現象——量子糾纏 （quantum entanglement）。物理學告訴我們，兩個曾經發生過互动的量子，即使後來被分開到宇宙的兩端，相隔幾百億光年，只要其中一個量子的狀態發生改变，另一個量子就會在零時間內瞬間做出相对應的改变。愛因斯坦把這叫做鬼魅般的超距作用。现在，請你把這個純粹的物理學概念套用到台灣人最熟悉的宗教詞彙上。你有沒有想過，所謂的前世今生，所謂的緣分，甚至是我們在廟裡拜拜時常說的冤親債主，其實就是靈魂層面最深度的量子糾纏。讓我們把視角拉高到那個沒有時間與空間限制的高維源頭。想象一下，在投胎到這個三維世界的物質肉體之前，在你的意識還沒下載到這台名為大腦的接收器之前，你和一個跟你感情最深厚、量子糾纏最緊密的靈魂伴侶正在進行一場投胎前的會議。這就是新時代靈性常說的靈魂契約。你對他說，我這次去地球，去那個叫台灣的地方，我想要體驗一種非常高級、非常困難的宇宙情感。這種情感叫做寬恕，叫做絕處逢生的堅強。可是，如果我在地球上一帆風順，每天過着數錢數到手抽筋、幸福快樂的日子，我是絕對無法體會什麼叫寬恕的。那個深愛你的靈魂看着你，心疼地說，要體驗寬恕，就必須先經歷背叛；要體驗堅強，就必須先被打入絕望的深淵。那裡是三維物質世界，感覺會非常非常真實。你會痛不欲生，你會失去理智，你会觉得天崩地裂。你堅決地點點頭，我想要為宇宙收集這筆珍貴的情感數據，我想要完成靈魂的進化。於是，那個愛極了你的靈魂做出了一個極其悲壯的決定。他為了成全你的體驗，自願接下了一個最吃力不討好的角色。他對你說，好吧，既然你這麼想體驗寬恕和堅強，那我就陪你走一遭。到了地球之後，我們會喝下孟婆湯，關閉高維度的記憶，然後我會在你30歲那年，假裝成你最信任的合夥人，或者你最深愛的戀人。接着，我會狠狠地背叛你，我會騙走你所有的錢，我會頭也不回地拋棄你，我會讓你痛不欲生，讓你恨我入骨。因為只有當我把你逼到無路可退的懸崖邊，只有當你體驗過最撕心裂肺的痛楚之後，你才能在那個三維世界裡真正學會什麼是原諒，什麼是放下。我會當那個萬惡不作的壞人，來成就你靈魂的覺醒。各位，當你們聽到這裡，有沒有覺得全身起了一陣雞皮疙瘩？那個在現實生活中把你傷得最深，讓你恨得牙癢癢的人，在量子意識的最高維度裡，很可能是那個愛你愛得最深，為了成就你的劇本，不惜背負着惡人罵名來陪你演這場戲的靈魂伴侶。這其實就是我們台灣人常說的逆增上緣。很多時候，你下班開着車回到住處，把車停在陰暗的地下室，引擎熄火了，你卻遲遲不願意拔下車鑰匙上樓。你在車裡悶着頭大哭，你不明白為什麼老天爺要這樣整你，為什麼你要遇到这些鳥事，遇到這些爛人。但從彭洛斯的理論來看，
你大腦裡的微管天線正在接收着這場劇本帶來的劇烈情緒震盪。你以為你是受害者，但實際上你是一個正在通關最高難度遊戲副本的勇士。而恨其實就是一種極度低頻的量子糾纏。當你恨一個人，當你每天在心裡咒罵那個劈腿的前任，或者那個到會跑路的親戚時，你們兩個人的量子天線就死死地糾纏在一起。它的負面能量會源源不絕地透過這種糾纏傳輸到你的大腦裡。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一直走不出仇恨的人，最後身體都會出狀況，甚至得了癌症。因為你的微管天線長期接收着這種低頻的破壞性讯号，肉體這台電視機當然會燒壞。那麼我們要怎麼斬斷這種痛苦的量子糾纏呢？去廟裡祭改，去打小人，還是去法院告死他？物理學的答案非常乾脆，改變你天線的接收頻率，也就是從內心深處真正的放下與寬恕。所謂的寬恕，根本不是為了放過那個傷害你的人，那个傷害你的人，他自然會去面對他自己造下的業力法則。寬恕是為了放過你自己。當你突然明白，這個人不過是來配合你演這場地球大戲的 NPC， 他只是來協助你完成靈魂體驗的陪練員時，你的心境會瞬間豁然開朗。那一刻，你大腦微管裡的量子狀態發生了塌縮，你主動切斷了那條低頻的糾纏繩索，把天線的頻率調高到了感恩與平靜的頻道。就在你放下的那一瞬間，你的靈魂契約完成了，你的業力結清了，你不用再在這個痛苦的輪迴裡打轉，你可以進入下一個更美好、更高維度的遊戲關卡了。有些比較鐵齒的人可能會說，少來這一套，這不過是自我安慰的心靈雞湯罷了。如果我的大腦只是天線，如果一切都是靈魂投胎前寫好的劇本，那我是不是什麼都不用做了？既然我窮也是劇本，我被騙也是劇本，那我乾脆每天躺平，算命先說我什麼命，我就是什麼命。難道我們人類連一點自由意志都沒有嗎？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這也是科學界在面對量子意識時爭論的最面紅耳赤的核心地帶。如果宇宙已經安排好了一切，如果紫微斗數、八字算命真的能精準算出你什麼時候發財，什麼時候有車關，什麼時候結婚，那我們每天這麼努力工作，在台灣這個高壓的社會裡拼命求生存，到底還有什麼意義？我們是不是只是一群提線木偶？絕對不是。接下來的真相將會徹底賦予你改變命運的終極武器。彭洛斯和哈梅羅夫的理論裡隱藏着一個常人極難察覺，卻足以讓你瞬間從命運的受害者翻身成為宇宙的造物主的恐怖細節。還記得我們說大腦是一根天線嗎？在物理學的世界裡，天線從來就不是單向的。你家裡的路由器，你手上的 iPhone， 它們不僅能接收 WiFi 和 5G 訊號，它們同時也在向外發射訊號。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你不僅僅是一個被動接收宇宙劇本的看客，你大腦裡那幾百億根微管天線，每分每秒都在向整個高維宇宙發射着屬於你自己的量子指令。我們常聽人家講吸引力法則，很多人覺得那是玄學，是騙人的把戲，覺得我每天在腦子裡想我要中威力彩頭獎，怎麼都沒中。我每天想着要遇到高富帥、白富美，怎麼來搭訕的都是渣男跟綠茶。那是因為你根本不懂得怎麼操作你大腦裡這根精密的量子天線，你發出的訊號全是充滿着雜訊和自相矛盾的無效亂碼。如果你想在這個三維的物質世界裡扭轉你窮困潦倒的命運，挽救你瀕臨破碎的婚姻，甚至在這個充滿不確定的時代裡為自己和家人創造真正的財富與平安，你必須學會意識的調頻。你要如何用科學的方法去篡改你現有的命運劇本？你要如何利用大腦的微管向高維度的宇宙下訂單，
並且讓整個宇宙的概率雲為你塌縮成你最渴望的現實。在這個殘酷的台灣社會裡，那些真正掌握了財富密碼的頂層階級，那些能夠在逆境中一次次奇蹟般翻身的大佬們，他們其實都不自覺地在使用着這個量子調頻的秘密。接下來的最後10分鐘，我將毫無保留地拆解這個天線發射的終極機制。這不僅是彭羅斯理論最瘋狂的現實應用，更是你這輩子拿回人生主導權唯一的一次機會。各位，歡迎來到這部影片的最終章。如果你能一路堅持聽到這裡，那絕非偶然。在量子力學的世界裡，這代表你大腦裡那數以百億計的微管天線已經調整到了跟這個宇宙最高維度的真理完全共振的頻率。你準備好拿回你在這個地球上被剝奪已久的造物主權限了嗎？我們剛剛說到，彭洛斯和哈梅羅夫的理論裡隱藏着一個最顛覆現實的秘密。天線從來就不是單向的接收器，它同時也是發射器。在量子力学中，有一個极其著名且讓人細思极恐的现象，叫做觀察者效應。簡單來說，在這個宇宙最底層的量子世界裡，所有的事物在沒有被觀察之前，都是一種不確定的概率雲。它可能在這裡，也可能在那裡。你可能發大財，也可能窮困潦倒，一切都是疊加在一起的。但是，只要有一個意識去觀察它，也就是當你大腦裡的微管天線向外發射出一道訊號時，這個虛無縹緲的概率雲就會在瞬間塌縮成唯一的一個現實。這就是科學界對吸引力法則最硬核、最無可辯駁的背書。你現在的窮困，你的焦頭爛額，你遇到的一堆爛人爛事，其實全都是你自己大腦的微管天線在無意識中發射了錯誤的訊號，讓宇宙的概率雲塌縮成了這個讓你痛苦的現實版本。很多台灣人會說，你少在那邊唬爛，我每天做夢都想着要中威力彩，我每年過年都去竹山紫南宮排隊借發財金，我去烘爐地拜土地公求財，我腦子裡無時無刻都在想我要變有錢。為什麼我還是一個月領那幾萬塊的死薪水，每天還要被老闆當盤子耍？原因很簡單，這也是99%的人在運用吸引力法則時最致命的盲點。宇宙高維度的接收中心根本听不懂你嘴巴念出的語言，它只認得你微管天線發射出來的量子頻率。當你跪在神明面前，嘴巴裡念着拜托讓我發財，拜托讓我擺脫現在的負債時，請你誠實地問問自己，你當下的情緒是什麼？是極度的焦慮，是匱乏，是那種如果不中獎我就要完蛋了的恐懼。在量子層面上，你的語言說的是我要有錢，但你大腦微管高頻震盪發射出去的訊號卻是我很窮，我很慘，我極度缺乏金錢。宇宙是一面完美的鏡子，它接收到了你那股龐大而強烈的匱乏頻率，於是它馬上回應你，收到，這個玩家想要體驗匱乏，馬上為他安排更多讓他破財的鳥事，更多刁難他的奧客，更慘的無薪假。你以為你在求財，其實你是在向宇宙下達讓我繼續窮下去的死命令。這也就是為什麼在這個充滿比較與壓力的台灣社會裡，很多窮人越拼命越窮，而那些真正的大老闆，那些掌握財富密碼的人，卻好像賺錢毫不費力，因為他們的大腦天線早就鎖定了富足的頻段。他們不去想我沒有，他們只專注在我正在創造。那你要怎麼打破這個死胡同？你要怎麼在这個每天被新聞裡的行車糾紛、政治口水、通貨膨脹轟炸的現實社會裡，把你的微管天線調頻到奇蹟的頻道？答案就在2個字裡：狀態。不要去想你要得到什麼，你要直接去
成為那個狀態。我講一個真實的例子，我認識一個在台北做房仲的年輕人，前幾年房市低迷，加上他運氣特別衰小，連續好幾個月業績掛單，底薪根本不夠付他在新北租的那間頂樓加蓋。每天晚上他吃着超商打折的微波便當，看着存折裡只剩下3位數的餘額，整個人充滿了戾氣。他抱怨客戶都是奧客，抱怨政府的政策，抱怨自己不是富二代。他走在路上看誰都不順眼，整個人的气場黑到發亮。理所當然的，他的業績越来越慘，連本來談好的案子都會在簽約前1秒突然破局。後來他接觸到了量子意識的調頻概念，他決定死馬當活馬醫，做了一個極其瘋狂的實驗。他不再抱怨了，每天早上他把自己那套廉價的西裝熨得笔挺，对着鏡子裡的自己微笑。他假裝自己已經是全台北最頂尖、年收1000萬的超級房仲。當他騎着那台破舊的機車在馬路上鑽車縫時，他不再罵那些擋路的三寶，他在心裡默默感恩，謝謝這台機車，讓我有交通工具可以去服務我的大客戶。當他晚上在吃那個打折的超商便當時，他沒有了心酸，而是閉上眼睛去品嘗那口白飯的甜味，在心裡發出強烈的感恩，謝謝這世上有人種出這麼好吃的米。我現在的身體非常健康，我充滿了能量。最神奇的是，當遇到看房卻嫌東嫌西，甚至態度很差的客人時，他不再覺得对方是奧客。他在心裡想，這個靈魂是來配合我磨練耐心的。我已經是個1000萬業務了，我根本不差這一筆佣金，我就是純粹來幫他找個好家的。就在他轉變心態，將匱乏的頻段徹底切斷，把天線調到感恩與豐盛的短短2個月後，奇蹟發生了。他只是在帶看一間普通老公寓時，順手幫隔壁鄰居的老太太提了一袋很重的垃圾下樓，全程保持着那種從容開心的態度。結果那位老太太的兒子剛好是一位從海外回來的台商，正準備在台灣掃貨投資商辦。老太太跟兒子隨口提了一句，隔壁那個年輕房仲人很實在，氣場很好。就因為這句話，這位台商直接把上億的商辦買賣專案全權交給了他。他一戰成名，徹底翻轉了自己的人生。各位，這難道只是巧合嗎？不，在量子物理學家的眼裡，這就是最完美的波函数塌縮。當這個年輕人不再向宇宙發送“我很窮，我好慘”的雜訊，當他開始散發出“我很好，我充滿感恩，我樂於助人”的高維頻率時，宇宙的概率雲瞬間為他重組。那個擁有上億資金的台商，其實早就存在於無數個平行時空的概率裡。是這個年輕人的高頻天線，把這條最完美的時間線硬生生地抓到了自己的現實生活中。這就是宇宙運作的鐵律。在這個被高壓包圍的台灣社會裡，你想要扭轉命運，你不需要去拜什麼大廟，不需要去花大錢買什麼開運手鏈，你就是你自己生命中最大的風水。你大腦裡那幾百億根微管，就是這個世界上最強的法器。當你每天早上醒來，看着窗外陰沉的天空，或者听着捷運上吵雜的人聲時，請你試着做一個深呼吸，告訴自己，我是宇宙在高維度的源頭，派來這個3維地球體驗人生的偉大靈魂。我不是來受苦的，我是來創造的。我現在遇到的一切挫折，老闆的責罵，金錢的壓力，感情的失落，全都是我這場生命遊戲裡的關卡，是我在為整個宇宙收集最珍貴的情感數據。當你把視角拉高到這種宇宙級別的高度時，你會在瞬間發現，在這個小小的台灣島上，那些曾經讓你徹夜難眠、痛不欲生的爛事，突然變得好渺小，甚至有點好笑。你不再是一個可憐的受害者，你是擁有絕对控制權的玩家。這就是彭羅斯理論延伸到最後
帶給我們所有人類最震撼也是最溫柔的啟示。科學走到盡頭，從來不是冰冷的公式，而是最極致的浪漫。30幾分鐘過去了，現在的你可能坐在捷運車廂裡準備回家，可能躺在床上看着手机螢幕，也可能正吃着宵夜。如果你今天過得很累，如果在過去的日子里你受了很多的委屈，流了很多没有人看見的眼淚，如果这個社會不斷地告訴你你不夠好，你不夠成功，你是個魯蛇，請你在這個當下把你的一隻手輕輕地放在你的心口上，感受你的心跳，然後閉上眼睛，聽着我的聲音。我要代表那個孕育了所有星辰、所有黑洞、所有生命的宇宙源頭，對你說一句話：辛苦了，你真的做得很好。你的大腦只是天線，但你的靈魂是跨越了幾百億光年，從無盡的星海中勇敢地墜落到這個地球上的光芒。不要害怕失去什麼，因為在量子糾纏的最高維度裡，你所愛的人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過你，你所渴望的一切豐盛也早就以概率雲的形式環繞在你的身邊，等待着你用一個微笑，用一個感恩的念頭去讓它完美塌縮。擦乾你的眼淚，放下那些傷害過你的冤親債主。從明天早上踏出家門的那一刻起，把你的量子天線調到最高的頻率去愛，去體驗，去大笑，去創造屬於你的奇蹟，因為你就是宇宙本身。這裡是你的頻道名稱或自稱，一部30多分鐘的長片，感謝你陪伴我走到最後。如果這部影片在某個瞬間觸動了你靈魂深處的那根量子天線，請你把它分享給你身邊那個此刻正需要這份力量的台灣朋友。點個讚，留下你的感動，讓我們一起在這片土地上發射出最高頻的善良與奇蹟。我們下支影片再見，祝你今晚有個與宇宙共振的好夢。